嗨，大家好呀！你们看我的脸是不是变得圆润了一点？其实我是怀孕啦，哈哈！给你们看一下我的肚子，看一下侧面。我现在孕期30周，还有2个月就要卸货了。我今年36岁，算是高龄产妇。其实对于要不要2胎，我考虑了很久，主要是出于身体方面的考量。我在怀第1个孩子的时候查出了乳腺癌。我们普通大众也都知道，乳腺癌的治愈率是比较高的，在医疗条件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，治愈率能达到90%。但也要看乳腺癌的分型和分期。癌症的分期，就算是从来不和医院打交道的人也有所耳闻嘛。分早期、中期和晚期，早期的预后是最好的，现在也都说要早发现、早治疗。到晚期，癌细胞已经扩散和转移，这个时候也很难追求治愈，而是通过医疗手段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。乳腺癌分4期，第4期是晚期，1期、2期和3期是按肿瘤的大小还有影响到的淋巴结的数量来定的。我当时发现的时候就是3期，肿瘤有8厘米那么大，它真的是突然出现的啊！因为我是经常会检查自己胸部的人，那天早上起来猛然间摸到一个超大的肿块，前几天摸的时候还没有呢，说明我得的乳腺癌的类型是发展的非常快的一种类型，当然也和我孕期极高的雌激素水平有很大的关系。乳腺癌按照分子分型分成3类，最常见的一类是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，也是乳腺癌中发展最缓慢的。它的治疗主要是手术加化疗加内分泌治疗，要用药物控制体内的雌激素。比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生长快，也更容易转移的一类是阳性乳腺癌，它占所有乳腺癌的大概20%。除了手术和化疗，它还有一种比较有效的疗法——靶向疗法。最恶性的一种乳腺癌就是3阴性乳腺癌，占所有乳腺癌病例的15%。它也没有什么特别有效的治疗方法，就是手术加化疗。很不幸，我得的就是3阴性的乳腺癌，它在年轻的患者当中更常见。幸运的是呢，化疗对我比较有效，手术我也接受了好几次，整个生病的乳房，包括部分的胸大肌和胸小肌都被切除了。因为创面很大，医生还从我的大腿上切下2片皮肤，然后把它剪成一块块麻将的大小，植皮在我的创面上。我现在是每半年复查1次，情况都挺良好。结婚的时候我就和我老公聊过，我们想要2个孩子，我也咨询了我的妇科医生，在怀孕会不会增加复发的风险？医生说不会，但是像我这样年纪轻轻就得乳腺癌的，到年纪大再得的概率会比普通人高很多，到时候留下老公和孩子，想想就很难过。我儿子很想要一个弟弟或者妹妹，他觉得自己1个孩子在家还是有些孤单，所以我就一直拿不定主意。不过我的思想转折是在去年我意外怀孕了，刚测出来的时候，我老公很高兴，他已经准备好家里再多1个小宝宝了。其实我大儿子出生的1年半时间里，我是没有照顾他的，因为我得接受治疗，是我老公请了1年的父母假在家，然后我公公和婆婆轮流来德国，配合他一起照顾孩子，晚上孩子都是和他一起睡的。都说夫妻双方谁在照顾孩子上花费了更多的心血，谁就更不想要2胎，因为累。但是我老公要2胎的积极性一直都很高，不过他带孩子确实比我带孩子看起来更轻松一些。我在去年刚测出怀孕的时候，心情非常的不好，我觉得我还没有想好到底要不要2胎，怎么就来了呢？而且我当时正在找实习，想把实习的事情先搞定。发现怀孕的第一时间，我就打电话和妇科医生约了时间，约到了5天后去检查。在这5天里，我也不停地给自己做心理建设，既然孩子来了，那就接受。没想到妇科医生给我做 B 超检查的时候，说我这一胎可能过几周会自然流产，因为他在孕囊旁边看到一个血块，而且按照我大姨妈的时间推算，孕囊应该是有8周了，但是实际的看起来只有5周，很有可能是胚胎停育，这是很常见的现象，在德国每10个怀孕的妇女里就有1个会遇到。医生说只有连续3次怀孕都是这样的状况，才需要去研究胚胎停育的原因。果然2周后我就自然流产了，
就跟来大姨妈差不多，也不疼，不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捂着肚子疼到面目狰狞，然后血流着大腿流到地面，那是大出血啊！大概有5%的产后，包括流产的妇女会遇到这样的情况。自然流产很难把所有的胚胎组织都排出体外，基本上还要接受刮宫手术。医生看我的情况还可以，子宫里只残留少量的组织，出血量也不大，他就给我2片促进宫缩的药物，让我试着自己把残留的组织排出来。这个药物对我挺有效，吃完药2个小时我就把残留的组织排出来了，然后出血也同时停止了。之后我去妇科医生那里复查，照 B 超看子宫的状况，然后抽血检查 HCG 值，就是一种孕期的激素，到恢复正常值了，这个事情才算过去了。我流产的时候心情并不难过，毕竟是意料之外的怀孕，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。但是当他真的走了的时候，我也不感到轻松，反而觉得挺遗憾的。因为在等待去看医生的那5天时间里，我就给自己做了大量的心理建设，要迎接新生命的到来，就是把所有的事情都往后延掰，什么实习啊、毕业啊，只能慢慢来了。人可能就是这种心态啊，拥有的时候想到的都是伴随着的麻烦事儿，到真的失去了又觉得惋惜。所以去年的流产等于给我要2胎做了心理准备，今年再怀孕呢，我就完全接受了。到年底或者明年初，我们3口之家就要变成4口之家了。之后我会和大家分享更多在德国生产和育儿的经验还有知识。